由于游戏业务调整，这期我来为大家配音。昨天，小编刚刚收到《地狱潜兵2》社区经理因鼓励玩家给出差评而被解雇的消息。一个字，绝！这一事件不仅对公司造成了危机，也使索尼在剑星退款事件后更加被动。下面我将详细梳理一下这一事件。本视频由游戏圈探索全程赞助播出。Together for managed democracy. Together for victory. Together for liberty. Together for liberty. Together, they fight for freedom. 在5月3号，《地狱潜兵2》的开发团队发布了一则公告，这引起了玩家的不满情绪。最初，该游戏需要玩家绑定 PSN 账号才能开始游戏，但由于上架时的技术问题，这一要求被暂时搁置。然而，从5月6日开始，新加入的 Steam 玩家必须绑定 PSN 账号才能开始游戏，而现有的玩家则在5月30日后将收到强制绑定的通知，并必须在6月4日之前完成绑定。特别是对于索尼数据安全持怀疑态度的玩家来说，将 Steam 账号与 PSN 账号进行绑定，在他们看来难以接受。并非所有地区国家都提供 PSN 服务，这意味着一些地区的玩家将无法进行游戏。试图创建非本国 PSN 账号并将其与 Steam 账号关联，还会违反 PSN 的使用条款，导致账号被封禁。一些地区国家申请 PSN 账号也较为困难，例如英国要求上传身份证和照片，这让玩家对个人信息的安全性感到担忧。来自乌克兰的玩家表示，要开通乌克兰的 PSN 账号，必须在 PSN 4或 PSN 5主机上进行，无法直接通过网页申请。之后，索尼的决策居然将《地狱潜兵2》从无法绑定 PSN 账号的国家和地区从 Steam 市场下架作为解决方案。这一举动引发了全球玩家的愤怒，特别是《地狱潜兵2》玩家们，他们迅速团结起来，让该游戏在 Steam 上2天内收到了超过30万条负面评价，整体评价从特别好评跌至褒贬不一。一些玩家甚至成功申请了退款，原因在于该游戏要求绑定第三方账号，导致他们无法继续游戏。与此同时，索尼的行为也引起了 Steam 方面的关注。许多玩家发现，即使超过了退款限制，他们仍然能够成功申请退款，这将给索尼带来经济损失。在这个时候，游戏的社区经理居然发表了一些挑衅性的言论，表示这又不是第一款，甚至第14款需要花几分钟创建第三方账户的主流游戏。如果花120秒登入邮箱和密码让你不爽的话，就拉倒吧，随便你在 Steam 上留差评。这种鼓励玩家退款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问题。然而，在玩家不满的压力下，经理又表示，这一决定是索尼发行方做出的，而不是开发方决定的。开发方的 CEO 终于坐不住了，公开表示正在努力与索尼协商，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。在玩家的反馈下，索尼于5月6号中午发布了一则暂停强制绑定 PSN 账号的公告。然而，他们并未承诺永远不会要求玩家绑定，这使许多玩家感到担忧。一些玩家认为这是玩家民主胜利的一场战役，而另一些玩家则认为这只是索尼的暂时妥协，他们必须继续努力施加压力。《地狱潜兵2》的玩家们仅用3天时间达成了他们的基本诉求。根据索尼今年财报显示， PS5 主机销量未达到预期，游戏与网络事业部门的利润有所下降。这次事件被视为乌龙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这一系列决策引发了人们对大公司决策逻辑的质疑，以及对玩家们的影响。希望未来索尼公司能听取更多玩家们的意见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关注游戏圈探索，带来更多精彩。